博的28岁生日本该是一个简单温馨的私人时刻，但他却选择用一种几乎秘密般的方式与粉丝分享一场仅有数十位核心粉丝受邀的迷你演唱会。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浮夸的灯光，甚至连媒体的闪光灯都被刻意压制到最低，唯一能感受到的是那份渗透到空气里的温暖与真诚。当晚，王一博身穿浅色休闲衬衫，手里拿着那把粉丝最熟悉的吉他，像多年未见的朋友一样，和现场的人聊起他的近况与心情。有人说，那一刻的王一博完全卸下了偶像的光环，露出了最真实的自己。他时不时低头微笑，手指轻轻拨动琴弦，眼神里透出一种淡淡的温柔。然而，没有人想到，这个夜晚最大的惊喜并不是演唱会本身，而是后来悄然出现的两个人，肖战和一位温婉大方的女士，王一博的母亲。两人的到来瞬间让现场的空气变得有些不同，似乎连呼吸都多了一份期待与暧昧。当肖战缓缓走进那个不大的舞台区域时，没有背景音乐，没有主持人介绍，甚至连灯光也没有刻意打在他身上。但就是这样，他依旧在人群中瞬间被认出，那张熟悉的面孔，那双在无数影视作品里闪烁过的眼睛。粉丝们先是愣住，随后爆发出压抑不住的惊呼与掌声。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王一博的反应，他没有夸张的惊讶表情，而是微微一笑，像是早已知晓这一切的安排。两人之间那一瞬间的眼神交流，短暂却浓烈，仿佛在交换某种只有他们才能理解的讯息。更令人玩味的是，肖战走过去时，并没有直接拥抱王一博，而是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随后站在一旁，专注地看着王一博继续弹唱。那种目光，不像是普通朋友，更像是多年默契的并肩作战伙伴，彼此无需多言，就已经心意相通。肖战出现的余波还未平息，另一位特别的嘉宾悄悄走了进来，王一博的母亲。她的出现让许多老粉瞬间眼眶湿润。多年下来，王一博一直很少在公众场合提及家人，更不用说在生日这样的场合邀请母亲出席。这一次，或许是因为氛围足够私密，他终于愿意让最重要的人走进这个属于粉丝的圈子。母亲走向舞台时，王一博主动迎了过去，轻轻拥抱她。那一刻，他眼里的光完全不同于对任何粉丝或朋友的温柔，那是属于家人的无法替代的深情。粉丝们静静地看着，有人低声说，这才是王一博真正的归属。而更有趣的是，母亲在和王一博说话时，视线曾不止一次落在肖战身上，并且露出一种温和，甚至带着欣赏的笑容。这一细节被许多眼尖的粉丝捕捉到，并在网上引发了各种讨论与猜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王一博邀请肖战上台合唱一首老歌，那首他们曾在某次合作时即兴合唱过的旋律。一博的吉他，肖战的低吟，声音交织成一种独特的化学反应。合唱结束后，两人并没有急着下台，而是并肩站着，与台下互动。母亲则静静坐在一旁，时不时为他们鼓掌。这一幕在粉丝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似乎并不是普通的朋友加家人的组合，更像是早已建立起深厚纽带的一个小家庭。这种氛围很难用语言解释，却让人忍不住去想象背后的故事。网络上很快出现了各种分析，有人说这是友情的最高境界，有人则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充满暗示的重逢，甚至有粉丝半开玩笑地说，这不是生日会，这是家庭聚会。第二天，关于这场迷你演唱会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因为人数有限，能亲眼见证这一幕的粉丝屈指可数，他们的叙述更像是目击者口供，在各种细节上反复被放大与讨论。媒体则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肖战与王一博母亲同场的新闻点，但因为当晚几乎没有公开影像，报道显得格外克制，只能引用粉丝的描述和一些模糊的照片。与此同时，粉丝圈里也出现了不同声音，有的沉浸在温馨与感动里，有的则在揣测肖战和王一博之间是否存在超越友谊的情感。
甚至连母亲对肖战的态度也被视为一种默许的信号。这一切让本来只是一场生日活动的私密聚会，瞬间变成了娱乐圈的热门话题。随着肖战与王一博母亲的加入，原本简单的迷你演唱会变得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情感剧。舞台上的灯光很柔，几乎是暖黄色的，把三个人的身影映得格外柔和。肖战坐在侧边，偶尔随着节拍轻轻敲打膝盖，目光始终追随着王一博的动作。粉丝形容这种注视带着保护欲，就像是怕他一不小心走错音，或者忘了歌词。王一博则时不时回头看他，眼神中夹杂着笑意与信赖，那种眼神不是即兴的，而是熟悉彼此多年之后才会有的自然流露。母亲偶尔会低声和旁边的粉丝聊几句，问他们是不是从很远的地方来。他的语气亲切，不像一个公众人物的家属，更像是一位真正愿意走进粉丝的长辈。这种亲和感让现场氛围更加温暖。然而，越是温馨，就越让人觉得这个夜晚背后可能有着更多故事，一种藏在笑容与沉默里的情绪暗流。当王一博弹起那首多年前和肖战在某综艺后台哼唱的旋律时，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那是一首没有正式发行的歌，却在粉丝心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承载了两人从陌生到熟悉的记忆。肖战的声音缓缓加入，低沉而温柔，像是将观众拉回到了那个他们第一次并肩作战的舞台。两人不需要对视，就能在节奏和呼吸上精确契合，这种默契不是短时间能培养出来的。唱到副歌时，王一博微微侧过头，嘴角上扬，而肖战恰好在那一刻看向他。这几秒钟被不少粉丝形容为时间凝固的瞬间。有人说那是多年未变的信任，也有人说那是一种超越言语的情感共鸣。母亲在台下微笑，掌心轻轻拍打着节拍，那表情像是在见证两个重要的人重新走到同一个音符里。演出间隙，肖战与王一博走到后台休息区。有粉丝注意到，他们靠得很近，几乎是肩并肩的说话。因为现场音乐声还在，没人听清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从表情上看，气氛既轻松又带着一丝郑重。有目击者说，肖战在某个瞬间伸手帮王一博整理了耳麦的线，这个动作太自然，就像早已习惯了彼此的存在。更让粉丝揣测的是，王一博似乎向肖战展示了手机上的一张照片，肖战看后笑了笑，点了点头。有人推测，那可能是母亲提前为这场生日准备的一些幕后安排，也可能是两人未来合作的某种暗示。这一幕没有被官方记录下来，但在粉丝的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许多浪漫与神秘的色彩。虽然现场有极少数媒体人员，但因为活动本身的私密性，拍摄范围被严格限制。于是，这场生日会留下的影像极为稀少，大部分细节只能依靠粉丝的描述和零星的模糊照片来拼凑。有记者在事后感叹，那一晚我们离得很近，却依旧捕捉不到他们真实的关系，因为他们的互动不是为了镜头，而是为了彼此。这种没有被过度曝光的情感，反而让人更想去探究。粉丝论坛上，大家开始用各种可能性去解释三人之间的气氛，有的认为是纯粹的友谊与亲情交织，有的则坚持觉得这是某种长期而深厚的关系。无论真相如何，这个夜晚的温度只属于现场的那些人，也只属于他们三人之间的记忆。值得单独提起的是，许多粉丝注意到，王一博的母亲在看肖战时，总会露出一种带着认同与欣赏的笑容。这种眼神并不突兀，却很难忽视。它不像是第一次见面，更像是早就认识，并且对彼此的性格与故事都有所了解。有人回忆，当肖战在台上唱歌时，母亲微微点头，像是在默默赞许他的表现。而当两人合唱结束走回后台时，母亲还轻轻拍了拍肖战的手臂，这个细节让许多粉丝激动不已。于是，有人开始猜测，这或许不是肖战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家庭氛围活动，只是之前从未被公开。